没劲，没劲啊，完全没给。那还说两句。就这边有任何的观点有打动你吗？其实我们讲了半天婚礼这事儿吧，一直是在讲商业，都不重要。其实就全凭一句话把这事给说明白了，其实叫仪式。其实人这辈子啊，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不断的一些节点、一些仪式，让我们记得这一辈子，让别人记得我们这一辈子，让我们记得别人那一辈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仪式还真重要，只是你用什么方式。我跟我的妻子在一起20年，我们俩这结婚戒指是2015年才有的。我们没办婚礼，没有钻戒，也没有这结婚戒指，也没有求婚仪式。我们俩就结了。只要你跟他在一块儿，这一辈子就是个仪式。可是到2015年，我们两个人20年，带着2个小孩去办了一次婚礼的时候，我们2个人一人有了一个结婚戒指，里边写着我们俩名字的缩写，写了个20。但从那之后，我老婆依然不戴戒指，她觉得有时候干活不方便。我也经常下厨房，我经常弄这个油啊，猪油什么都在，我就把它拿下来在那水管那儿洗。我每次洗的时候，我都把那个摁下去，我就怕我一脱手它掉下去，我就把它洗干净，再赶紧给它戴上。为什么我坚持要戴这个戒指？我突然懂了一个道理。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你的想法完全一样，全玲儿。也许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反着走或者正着走，但是是走向同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用仪式来纪念我们一生的婚姻，用仪式去见证我们的爱情，用仪式的方式给对方、给自己、给他人。其实我们讲半天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站在哪个角度上看这个事儿。如果我站在一个更平常心的角度，婚礼没问题；如果我站在一个太多的思考的角度，婚礼可能就有问题。婚礼如此，一辈子也如此。所以我觉得办不办没关系，但是婚礼在我心中神圣美好。我突然想到，今天2位导师在过程中没有太发言，还有要补充的吗？我少讲2句吧。我觉得其实回到胡建彪的那个定义挺有意思的，叫婚礼叫不可错过哈。但是我觉得不可错过稍微延伸一下另外一个词儿，叫不可替代。然后马东其实特别狡猾，做了一个说他是不是这个必要性是不是真的，仪式感必要性特别真的，但是它真的是可以替代。我快速的讲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有一个艺术家跟我讲说，中国艺术想要发展，标志性的是中产阶级把家里的婚纱照替换成哪怕最便宜的版画。你们的家庭生活应该能够容纳艺术，而不是把这个仪式永远挂在那儿，可以替代。第二，我没有婚礼，但是我跟我老婆每天的约定就是谁先起床，谁给对方挤牙膏，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第3个就是人类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其实婚礼这些东西也是记载在《礼记》里面的，那么久远的历史，现在谁还按那种方式办婚礼？所以仪式感有必要是真的，但是婚礼真的没必要。汤友，婚礼就是一个从俗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办吧，你去了就他放心一点，你不去他不放心，就这样。那我是已经不去婚礼了，我算了一下，我真的受够了。就是12年主持康熙，我认识演艺圈太多人，然后你随便算好了，唱片圈给我来30个，电视圈给我来30个，电影圈来30个，这样加起来就100个。有100个明星，他们结婚我是推不掉的。老师是90。33.3啊，OK， 好。我得出钱，我得出席，然后我得参加，而且我常常被抓上去讲话。
所以婚礼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的，但把每一天过得都有仪式感更有必要。祝福大家！我们要来宣布结果了，赛这也卖得出去，谢谢闲鱼 APP。玩得不够大，别喝美年达，谢谢美年达果味汽水。同时呢，大家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来看我们的视频，来公布结果，来请看。好，祝贺正方获胜，获得由纯真三牛奶为我们提供的10万元的纯真奖学金，谢谢。来，好，真高兄，哎，10万奖金，来，那么菲菲、董静和永开，你们要商量这颗星要给谁？来，3、2、1，潇潇，大王、潇潇、建彪，你们3个要讨论。相传，奇葩王国有一位神父，总能让新人在宣誓的过程中说出最真的真心话，所以很多新人都慕名来证婚，希望获得真诚圆满的婚姻。无论富贵贫穷、快乐忧愁，我都将毫无保留的爱你。我爱你。下一段。哎呀妈，太吵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不是你们错，是纯真让你们说出了真心话。奶后吐真言，纯真爱情不掺假。请宣布。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下期见。你知道对，到我这个年纪的很多的浪漫会变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在我们家，结婚纪念日会变成一大群人吃饭，这是我们俩浪漫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发现婚姻获得幸福的不仅是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可以有很多的爱人时间，但是这一刻我们的幸福是要跟很多人在一起，这是我们的浪漫方式。婚礼对我来说就像是跟朋友的一个久别重逢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这么不想结婚的人，每次参加婚礼，我也是会让我有那么萌生那么一点点想结婚的冲动。然后我觉得人没有婚礼真的会很丧的。未来如果我有遇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对象的话，到底我会不会跟他结婚？到底会不会办婚礼？这是隔一边说。可是我希望未来的浪漫方式可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就是不要只有婚礼的这一个答案。我觉得浪漫应该拥有更多不同的答案。我们的辩题非常有趣，我们会用一个短剧来告诉大家，来，请欣赏。亲爱的，咱们俩已经在一起951天6小时3分钟09秒，10秒，11秒了。我是想说，我已经准备好与你一起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了。我也觉得是时候给你个名分了。真的吗？太好了，那咱们俩就赶紧计划一下咱们的婚礼吧。哎，你是想弄一个白不呲咧的西式婚礼，还是想整一个血字呼啦的中式婚礼？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需要从长计议。哈，那我记忆力不太好，你要从多长记忆啊？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觉得婚礼没必要办。为啥？主要是也没闲钱。不是你瞧不起人咋的呀？没闲钱？没有，我从来没有看不上你没钱没本事一点男人样没有。我是说呀，我是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和精力在一场婚礼上。你这是谬论。咱隔壁老王比我还穷的吧？那家穷的铃儿响叮当的，但是人家咋样啊？婚礼是不是也办得嘚嘚嗖嗖的？钱多咱就大办，钱少咱就小办，关键它是个形式啊。可是我就不想要这个形式。为啥呀？等到那一天呢，咱俩就跟两个二傻子一样，我穿的提里秃噜的啊，画的跟演戏一样，再拿一破杯子。面对你家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上来就是谁谁谁，以后咱们就是亲戚了，我干了，你随意的表演。
这就是你想要的形式吗？这不挺好吗？我觉得很愚蠢吗？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它就相当于昭告天下，从此我就进入了你的生活，从此咱们俩人就水乳交融的就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了，是不是？再说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仪式，你就非得没有？你比别人聪明咋的呀？我就不想要这个仪式。这样，你要是怕烦呐，我们家亲戚咱可以不请，咱就把你家亲戚请过来，咱热热闹闹的办一场，怎么样？我家就我姨人，那你可以把你姨和你人请来呀。没有亲戚，没有亲戚，我算明白了，根本也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应酬的事儿，你就是不想告诉别人你嫁给我了，这样以后你就方便了。你把你自己攒的嘎嘎新的，你给谁留着呢？你说这个话你丧不丧良心？不丧什么良心？我跟你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就听不懂呢？你不用多说了，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这婚你结还是不结吧？这个婚当然要结，但是婚礼不办，爱谁谁。行，那你给我整张照片吧，我要原图。你想咋的？想咋的？我要放大，我要带回老家，我要租台皮卡，我把你照片往车头上一挂，我再弄个大喇叭，放点结婚进行曲啥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佩佩，你回来，我不能，我活得好好的，你好什么好？呸！所以你们说。这婚礼到底有没有必要办嘛？演的还挺好，他演的不错，他们俩都演。他们俩演的都很好，而且这个剧本写的非常有趣。他其实真的有很多听起来很夸张的点，但是确实是来自很多人心目当中对于婚礼这件事情的真实看法。对方为了显示好像婚姻很重要，有3、4个人穿得像婚礼主持，多好啊！哎，师妹，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吗？哎，对耶。但是我一直就想跟你在一起啊。建苗老师啊，就是他们对面俩提的。什么意思？你说建苗老师啊，天天说自己要当万年单身狗，今天跟我们说婚礼有必要，有必要没必要跟他有关系吗？是说如果有爱情而又想结婚，需要有婚礼哦。其实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想一下，为什么觉得婚礼没有必要？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能，所以就呼吁大家跟他们一起不要办婚礼。反正现在也没有，都别好。我可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我们首先最在意的是我们现场100位的观众，你们的观点，各位请选择。3、2、1，星星争夺战。本赛段每场比赛结束后，获胜队得奖金。导师和嘉宾从获胜队选出一位表现更可爱的奇葩，送上加1分的荣耀黄星星；从落败队选出一位表现不够可爱的奇葩，送上减1分的羞羞黑猩猩。赛段结束后，星星积分榜排名前4位的奇葩和导师商议选出的另外4位奇葩进入决赛赛段。3、2、1，停。这个算非常接近了，对不对？54对46。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婚礼没有必要。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今天要下凡辩论的是哪2位导师？我身体力行的以实践方式告诉大家，我就没有过婚礼。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康永哥，你觉得呢？如果是我自己的，我觉得可以有，可是别人的我不想去。对，麻烦你们以后定题目可不可以定清楚一点，就是别人的自己的婚礼。你等一会儿，人家没问你说你愿不愿意参加别人婚礼。好，罗老师您呢？因为我跟全龄情况一样，结婚了没办婚礼。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把这期辩赢，然后放给我老婆看。黄老师的答案我非常好奇，因为喜欢他的朋友知道，在前年，也就是我就办过2次婚礼。对，2015年，对不对？前年2015年。15年，黄老师办了一个非常温馨，然后呢也非常浪漫的婚礼。
和同一个人。居然是同一个人，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事儿？黄老师那天哪有这么划算的事儿？那天黄老师特别幽默的说：“我跟同一个人2婚，对吧？20年的婚礼又办了一次。哦，为什么？为了收份子钱。我们俩当年结婚的时候，其实办的特别的仓促，然后呢也没有婚礼，就订了一个餐厅，说请两边的家人亲戚吃个饭。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正在剪片子，剪到4点，我媳妇儿就说咱得去了，我就换了身衣服，我开着车，我们俩就去了那个餐厅，就跟吃了饭就算结婚了。然后这我们俩是95年我们俩认识谈的恋爱，然后到15年时候正好20年，我说咱俩纪念一下，然后正好2个孩子在，让小孩参加我们的婚礼，对他们来讲也挺有趣的，挺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又办了一次婚礼。我们还补了个蜜月，因为我们当时结完婚就接着拍片子去了。蜜月也是带着孩子去的，也带着孩子去，好男人。所以我觉得婚礼可以没事就办一次。所以20年前你是反方的，但是现在对，我一直是正方的。我正方，我认为可以办，因为它不是个事儿，因为它应该长期的在你生活当中出现，就像你们在一起一块儿要聚会一样，你可以把2个人的纪念日什么都当成一个庆祝活动，不停的办。好，不能让黄老师再说了，因为可能中间他讲到很多可能是正方的观点，我们就稍微给我们的辩手留一点空间。那我们接下来呢，首先有请我们2位导师下凡，有请全林，有请马老师。那么根据我们少数先辩的原则，正方一辩，来欢迎大王。我是一个女孩儿。作为一个女孩儿，我怎么可能觉得婚礼没有必要？我要！我想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我积蓄了一辈子的美貌，我要等着那一天绽放，绽放，你懂吗？绽放！怪不得嫁不出去。我嫁不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还年轻，刘总，我还年轻。虽然我还年轻，但是婚礼一直就是我人生当中最想拥有的一个回忆。我相信每个女孩都会去幻想自己婚礼那天的样子。小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床单啊或者窗帘啊挂在头上，我觉得这就是对婚礼的一种憧憬和向往。你笑什么笑？你没有啊？就是你现在窗帘就挂在头上。冷静，现在没有到及时之间，没礼貌，而且他那明明是个桌布嘛。好，大王整理回来，绽放，刚才说到绽放，一种绽放和一种心里的向往。很多女孩，包括我在内，就一直以来，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看，然后是朋友圈子里面一个很小的陪衬，或者说就是那种姐妹淘，大家一起拍大合影的时候，都把你挤到边边上的那一种。真的，你知道，我特别想钻到最中间，站到最中间最显眼的位置。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好看，我小时候特别丑。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我们学校有个特别奇怪的机制，每年我们会选校花，你知道吗？然后我每年都特别努力、特别认真的准备，我要当校花，每年我都没有选上，而且关键我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暑校。校花跟你准备不准备没什么关系。好，你刚刚讲到，你不但精心准备没有当选，你还负责要唱票，是吧？我还唱票，唱票，我还唱票。我那个时候我还偷偷给自己多唱了很多票，还是没有选上。我就你知道吗？就是，但我心里还是很向往。就是你看我现在好像也挺好的，但是我站在奇葩说舞台上，其实我就是边边上的一个小配角。我没有薇薇姐，对吧？那么有文化，也没有如今那么有逻辑，也没有潇潇那么胖。但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嘻嘻哈哈的看着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那种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心里很羡慕的。我很羡慕，我很想像他们那样发光发亮，但是我做不到啊，我就是没有他们聪明。但是你想，终于在我婚礼那一天，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做一次女主角，站在舞台的最中间，哪怕他们来了，他们也不可能让我下去。有道理。对啊，那天我就是
穿上最好看的婚纱，化上最精致的妆，走在红毯上，那一刻我就是仙女本人啊！是不是？我觉得婚礼就是我们平凡人的一个伟大梦想。我实在想不通你们为什么要夺走这一切。其实你说有时候办婚礼啊，的确，发请帖呀、拍婚纱照啊，或者宴请宾客呀、安排他们，就是很多麻烦的事情。但是你过了很多年之后，你那些疲惫睡了一觉忘掉之后，很多年想起来，那一段回忆绝对是很甜蜜、很幸福的。很多人会讲，早知道当年我们还是该办一场婚礼的，但却很少会有人讲说，早知道我们当年就不办婚礼，对吧？我从来没有听到人这么说过。唉。前面呢，我也讲了很多关于我自己当女主角的事情。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婚礼的男主角，就是我爸爸。不是，对我爸爸，因为我听他们跟我讲婚礼啊，在以前本来是爸爸的感受是特别不一样。本来就是办给父母的，所以以前才会有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告诉大家，我长大了，独立了，就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嘛。我觉得到了现在。婚礼上都还是仍然有一个环节，我觉得是特别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去感谢你的父母的。我爸是一个卖猪饲料的一个男人，就是特别铁血真汉子，特别粗糙。他不太会跟我表达他有多爱我，我知道他很爱我，但从来不跟我说的那种。有一天我老家一个姐妹叫婷婷，她结婚，然后我在北京没有去，我爸妈去了。然后晚上呢，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妈说，她说你知道吗？今天婷婷结婚。你爸爸居然看哭了，他说就是，唐叔叔把婷婷的手交给新郎的那一刻，几十年没有看到你爸哭过了，他突然就哭了，然后我妈在电话那头哈哈哈哈大笑，我怎么都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在等我的那一天，我知道我爸爸心里头可能有很多话想跟我讲，我很期待在那一天他可以告诉我，所以一直以来我心里头。我很想嫁，是因为我一直有一份期待，我一直在幻想我婚礼上的一切，幻想着婚纱、香槟、玫瑰，幻想着我所有好朋友送给我的祝福，最重要的是，我幻想着我爸爸牵着我的手，把我交给那个男人那个瞬间，我想着这个时候，我爸爸郑重地跟那个人讲。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我觉得为了那个瞬间，婚礼就有它存在的必要。大王，那为了你爸爸，你就赶快随便嫁了吧。不是，我虽然很期待，但可能也是很郑重的。当然，如果说人生我有多几次做女主角的机会，我也不是很介意。你爸爸要牵你的手，到第几次终于会不耐烦说，我也不要再嫁了。他爸爸哭的那个原因就不一样。你又要结婚了，而且爸爸说，这一次我女儿就交给你了。大王说的这个其实是为了，就是也是对对方的家庭有一个仪式感。这个家庭啊，就是先是有2个人，然后这俩人呢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慢慢的呢就这个孩子长大了，于是这孩子去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这家又变成2人，他就是这样不断的在跟细胞那个裂变是一个道理。但是在这个来和去的过程中，得有一个仪式。其实那个仪式交接的过程就是婚礼。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她嫁女儿，我也去了。她在台上说了一句话，她说：“哎呀，她说都说这个女儿是父亲的小贴身的小棉袄。”她说：“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挂到了别人的衣柜里。”她说完这话，我一下就掉了眼泪。其实那个不舍，但是她又像是把一个很珍贵的礼物去交给别人一样。我有2个女儿，我也经常幻想这个画面，但是如果有一天那个男的跟我女儿说没有婚礼，我就会跟我女儿说不要嫁给他，连那样的一个仪式感都没有，我认为是不对的。你不能再讲了，你保留。谁要是今天赢了我这边命题，我们就跟他急，你知道吗？你先坐下，别让他告诉他，我就跟你拼了。我跟你说，那个他可能不太理解，真的举行婚礼对老丈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孝陵广记》上有这么个笑话，就一句话啊，叫老秀才嫁女，当晚他就睡不着，起来乱转，然后其他人就说您这么晚了不休息，然后老秀才就说，此刻那小畜生定在放肆。太棒了，罗老师，太棒了！所以他是孝陵广记，对吧？他不是今天，因为今天还没有婚礼的时候，那小畜生就已在放肆。我不得不提醒男神不得放肆。好，来，菲菲，振作一下，振作一下，没关系啊，前面这些我们都给他剪了，哎，这是影响规则嘛，这不是哈？来，今天请说。好，谢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不是大王他特别想要一个婚礼，他应不应该有一个婚礼，而是我们你要考虑我们这边的人，我们不想办婚礼，我们有没有权利不办婚礼？对，换概念了，没事，接着说。黄老师，你喝点奶休息一会儿，挺累的，录节目。这个婚礼不是我们可不可以结婚，你要不要嫁给他好完了，而是一个长的过程，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什么呢？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尤其是北方婚礼要一大早接亲，说中午之后接就是二婚，所以要一大早去新娘家，到了之后不给开门。你说你们是不是说好了要结婚？说好了，来了不给开，然后还得往里塞钱，就跟那个自动购物机往里塞，叭开了，里面有一个新娘。然后说我们北方的规定是新娘的脚不许着地，要抱到车上。这样我跟永开就没法结婚，因为抱不动。后来好不容易找一个搬家公司给弄下去了，就租了一堆车，然后做出一种招摇过市，好像我们很有钱，其实也都是租的嘛，是吧？来到酒店，然后到了那儿，本来喜气洋洋，一会儿非要煽情，我特别不喜欢。为什么要把爹弄哭了呢？人那么大岁数了，干嘛呀？下面让我们把灯光照向父亲。现在女儿大了，她要走了，干嘛呀？然后一会儿还下面请新郎新娘接吻吧，就起哄。我心想，现代人都一块住3年半了，接个吻你们起什么哄啊？没见过亲嘴啊？就弄得我真是受不了。前面为什么叫庙会呢？前面叫相声和小品，后面就是曲艺和杂技。中国的婚礼要闹新娘、闹新郎、闹伴娘、闹岳父，还要闹丈母娘。你说你们闲不闲？闹人一家子。新娘给点个烟，你点，她往凳子上站，你再往上站，她站桌上，你怎么不上天呢？还有就是一块吃饭，你说这一桌人，我这特别烦这个，就是10几个人互相也不认识。上辈子没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在那硬聊，真是咬着牙硬聊啊！我在这我就低着头吃人，一看你头发这么长，也好意给你搭的话，哎，您好，您是搞美容美发的吧？不是，你可以叫我凯文老师。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是没必要，而且让人超尴尬的，是不是？是。第二点，我觉得婚礼特别不好的就是，现在很多家庭的婚礼已经变成了2个人、2个家庭乃至朋友之间的攀比和金钱上的军备竞赛。你们说前面那个婚礼有一点感人的，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红包。你看啊，这大家都是给的1000，哎，董卿这怎么给了800啊？还只给了200。我跟你说，陈永开这人，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先给他记在本里，等他结婚时候再说。就先是这个，是吧？然后一会儿妈打来电话了，说，哎呦，你舅舅可是给了5000啊。他姨给了多少钱？才1800。他们家人都什么人呀？是不是这种攀比？然后。你妈穿什么衣服，他妈穿什么衣服？咱们为什么要很多年轻人这么在意这个呢？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场婚礼。
为什么要把自己逼成这样呢？是吧？我还该说什么了？坦言。对，什么是必要？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是我相信，就是对面的喜欢办婚礼，我们也尊重你办，我就去，我还给钱，行了吧？还让我们也必须办，你们怎么那么王道啊？我们不许办，我们参加完给完钱，恭喜完了，我们自己不想办还不行，必须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得办。我们不是说你们不能办，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权利不办，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最后，我还告诉大家一个浪漫的方法。什么是浪漫？你去找诗和远方啊！你们去旅游啊，去看高山大河、大海星空。你们在星空下说的“我爱你”，不比当着三舅、什么二姨说浪漫多了吗？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想办，我不但同意，我还给你随份子。但是我不想办，我希望你们能尊重我，让我有一个不办的权利。谢谢。他说激动了，太棒了！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对，我都觉得按他这逻辑应该不办。但他说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儿。他说的不是办不办，是怎么办。星空下看着大山大海，就不是现在是黄磊齐席飞飞。黄老师，我一开始为什么要说什么是婚礼？我说的就是传统婚礼。如果你们说去星星底下结婚也叫婚礼，或者说回屋也叫婚礼，拉一下手也叫婚礼，我们就没法变了。没事，交给建彪来。对方辩友的整篇立论是建基在2个核心概念上，他基于扭曲这2个核心概念来论证他方的立场。哪2个核心概念？第一个概念，今天这个辩题所谓的有必要没必要是什么意思？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一句成语，叫做不容错过？听过没有？有。不容错过是不是就是必要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说有必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方的论证义务是什么？我方的论证是义务就要告诉大家，婚礼是不是有一些好处是不容错过的？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所以我们请对方不用这么偏激。第2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来界定一下婚礼的概念。我们谈的婚礼，就是我们生活中见过而能承认是婚礼的婚礼，公明吧？好，我们用这个共识来开展哈。然后他基于这2个前提扭曲了之后，他推展出来的整个论点是什么呢？一个非常丑恶的婚礼，他想象中的婚礼就只有一种形态，而且这个形态必然是走得越来越极端，他很不能接受那种。但是我觉得不要以偏概全，这是我对大家在听我接下来讲话的时候，我们起码留的一个开阔空间，好不好？来，接着到我们的点，办婚礼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其实办婚礼是让你进入对方家庭之前一个很好接触、了解对方的机会。你想不想知道你们家庭关系之间的各自人的亲疏关系如何？你算一算份子钱，你就会知道，对不对？你想不想知道你们这一伙亲戚当中，到底各自之间谁相互有怨有仇，谁的关系特别好？你们一起来安排一下座次，你马上就清清楚楚。如果我们今天买了一个超级先进的仪器，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担心会把它弄坏，我们会怎样？看一下说明书嘛。婚礼是什么？婚礼是你日后进入对方家庭的一份说明书。为什么不办呢？多值得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说红白事，红白事，我们说说红事之后，我们说说白事哈。丧礼，其实2者是有一些共性的。很多时候我们办仪式到底是为了谁，并不是为了这个仪式的主角本身。丧礼主角是谁？是已经挂掉的那个人。但是你真的是为我办了吗？我都已经挂掉了，你到底给我的是风光大葬还是草草下葬？我鬼知道啊！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那葬礼办来是给谁的？不是死人，是给出席葬礼的生人。当你给我献上你的哀悼词，你在检视我的一生的时候，你其实是正在找一个点来向我告别。
你是在默哀生命，你不是办给死人看的，婚礼也不是办给这对新人本身看的。老实说，你们两个已经爱得要生要死了，对吧？你已经从此过着愉快的王子与公主般的生活了，你秀给谁看？我们是办给家长看的，因为我们要清清楚楚告诉各位家长，就从这个点开始，我们两个会好好的互相照顾。好嘞，就从这个点开始，爸妈，我已经不用再劳烦你为我担心，为我烦忧，因为这一个点开始，我们会好好过。婚礼是给谁办的？婚礼是给其他来祝福的人办的。我们办婚礼，除了我们自己的庆贺之外，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小小的证明，让来看的人相信有情人是可以终成眷属。婚礼有时候很假，我觉得刚才菲菲说的很好，有很多仪式我们都觉得美好的婚礼啦，很多仪式其实都很假，它超级梦幻，它一点都不现实。但是恰好就是因为现实有时太过骨感，我们需要找一点地方来感受浪漫。我们去迪士尼是为什么？童话嘛，我们想放松嘛，我们想感受那种梦幻嘛。婚礼其实就是爱情的迪士尼。谢谢。如果你真的是不想办婚礼，老实说，那真的是你的权利，我不会阻止你做这个选择。不过，作为一个可能还憧憬着爱情的人，我可能也想有一个机会，在我朋友的身上稍微感受一点浪漫。好嘞，好嘞。好，下一位来，董静，来欢迎他。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必要是什么。对方的前提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接近但非常错误的观念。他说不容错过是必要，不对，必要是什么？必要是不许错过。说得好，说得好。好，哎，是不是？哎，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女孩在婚礼的时候才知道她在男方家人心里是什么形象，那你这个具有说明书功能的婚礼，纯粹就证明了你的这段婚姻可能没有那么严肃，你的前期调研做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有谁在办婚礼之前没有见过男方的家人？可能只有古时候的人吧。啊，有啊，大晴就没见过。大晴是一个多么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女孩。哎呀，有一个点我非常非常想对大王说，他说他想当女主角。他要花很多钱办一场婚礼，发请柬，请大家来看他当女主角。哦，就最近那个《爱乐之城》上的女主，花了很多钱办了一场剧，最后只有自己的朋友来，那个画面让我很心疼。大王，我不许你当这样的女主角。我自己开心啊。我们对女主角这个理解的事情是什么？当你硬请了一群人来看你，这群人如果不是真的认识你，不是真的关心你，即使所有的灯光都打在你身上，你也不是女主角，因为宾客的眼里只有那盘菜。而当你闪闪发光，即使你走在大街上穿着最朴素的衣服，你也是女主角。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的持方，我们认为婚礼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没有办过婚礼的人，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现在的婚礼其实有一些既定的流程，我们要有彩礼，要提亲，要等等等等，还要闹洞房，这些流程是不是都有特别神圣的寓意？所以我们必须遵守。我就去查了查，我发现我们现在大多数婚礼所遵守的流程，来自90年代台湾的一家婚庆公司。原来它不是一个神圣的寓意，它就是一个商业的结果，它只是一个仪式。仪式是干什么？仪式是去庆祝和纪念一件事情。而当一个仪式变成必要的、不许错过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阻碍到这件事情的本质。什么意思呢？没有办过结婚，但大家应该都办过生日派对。生日派对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今天生日派对是必要的，你不办，
你就没有长1岁。那像康永哥这样不是特别爱热闹的人，他永远只有6岁，是不是很荒谬？对，这是一个虚设。但是今天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我要讲一个王先生被自己的岳父催要婚礼和彩礼钱结不了婚的故事。这个准岳父和我们很多人的父亲都是一样的，他是一个朴实但是固执的老头。我和王先生一起去求他的时候，他黑着一张脸站在门口。我说叔叔，那个咱们这个东西可以简化，咱别为了这些礼数上的东西耽误了女儿的幸福呀。他说耽误有什么了不起，男人哪儿找不着，礼数不能不周全。我那一刻我特别心疼他，因为他爱他的女儿，可是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耽误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曾经遵守这些礼数，他曾经为了这些礼数做出过妥协和退让，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也要这样吗？我们要让礼数这根弦在我们的脑子里也紧起来吗？我觉得不要。如果我们也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非常重要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大家知道策划和筹办一场婚礼是一件多么辛苦和压力巨大的事情吗？它最大的成本还不是经济成本，而是你的精神负担。我们奇葩说节目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总导演，他负责了我们整个奇葩说4季以来所有的现场导演的统筹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组织大型活动能力的女孩，在筹办自己的婚礼的时候，多次在办公室崩溃大哭。这样的压力压到我们这样没有筹办奇葩说能力的普通女孩身上，或者普通男孩身上，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格外的敏感，因为压力太大了。我们2个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在情人节他送了我一束菊花，我最多就是拍张照发微博说现在的直男啊，你们可怎么办？可是如果在我的婚礼上，他要把我的桌花摆成菊花，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3观不合，这婚又没法结了。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我们想一想，他爱菊花，我爱玫瑰，这个事儿真的就证明我们3观不合，没法结婚吗？其实到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约定习俗、规定、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社会，他们一次一次提醒我们，这个很有必要，那个很有必要，那个也很有必要。他们把我们脑子里那根礼数的弦儿一紧再紧。我们每个人现在在脑子里都绷着这根弦儿。所以今天我方站出来，就是想帮大家把这个弦儿咱们松一松，松一松，咱们舒服一点，自由一点。也许未来我会由于自己的憧憬也好，我父母的期待也好，男方父母的期待也好，我去办一场婚礼。但我希望未来我的孩子不会从我这儿听到那句话说结婚就得办婚礼。我不希望我也变成了一个大人去绷紧他脑子里的那根弦儿。我希望我能告诉他，孩子，你想办婚礼咱们就办，你不想办我们就不办，松一松，没必要。谢谢大家。好，来正方3辩，赶快请，生怕又起波澜。来，首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董静刚才说的问题，提到了我们奇葩说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女导演的故事。她说压力太大，压力大是因为觉得婚礼没必要吗？是因为觉得婚礼太重要，对不对？对。然后呢，她又说很多人因为婚礼啊这个压力太大，就是让自己变得异常敏感。但是我想说，能有多大？到底能有多大？能大过你的婚姻吗？你连办一场婚礼的勇气和毅力都没有，你怎么敢走进婚姻啊？对。接下来呢，我就要说一下我对婚礼的看法了。说实话，我不太相信爱情，我也不太相信婚姻，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婚礼很有必要呢？
因为在我看来，装使人快乐。这一点呢，我跟臧鸿飞老师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也觉得婚礼就是一场巨型的装，是一场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秀恩爱。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对我来说，一段感情最重要的不是得到别人的祝福，而是被别人看到。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爱情的真谛就在于你要秀它。臧鸿飞老师参加的那个婚礼，什么还要抽烟什么的，也是有点年纪了啊。好，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去年参加的我好几个好姐妹的婚礼。你们知道现在婚礼大家都是怎么装的吗？你在那个婚礼的大堂坐着，对不对？你看灯暗了，你以为婚礼马上要开始了，不对。现在呢，播放他们的爱情电影。爱情电影一般是怎么开始的呢？先是一架飞机飘过，然后一个女生她就拖着一个行李箱出来，拉个背，然后看向后面。这个时候话外音起，她说：“我叫董静。”我是一个湖南长沙的女孩，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辛苦的工作，给家人一份好的生活。直到我遇见了他。大家知道这个画面完了之后，又是另一个画面，新郎出来了，背个书包，还一路小跑，假装摔倒。我叫臧鸿飞，我是一个北京的男孩，我从小到大就想娶个北京的媳妇儿，直到我遇见了他。好优秀！我心里就想说，你们俩就在纯 K 喝酒认识的，装什么我是不是？啊？哎，你们觉得这个婚礼的爱情电影播完了之后，是不是要开始了呀？哎。要这个婚礼马上要进来了，对吧？好，灯光又暗了。这个时候，新郎和新娘牵着手，放着音乐就假唱，明目张胆的假唱。小幸运后面直接接一首《大花轿》，然后吧，假唱完了之后还没完，还有互动。然后呢，我告诉你，我真的是，因为太有才华，所以每次我的朋友结婚都要给我安排一点角色。我那个朋友婚礼结婚啊，他在那个台上摆一个那个圆沙发，我还要作为主持人去采访他们。哎，董静，你和鸿飞是怎么认识的呢？巴拉巴拉讲完，鸿飞，那你又是怎么看上董静的呢？然后讲一堆话，我想，不就喝多了吗？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这个婚礼啊，各种作。我们去看婚礼，我跟我其他的那群姐妹嘛。我们就是各种吐槽，怎么回事啊？这么做作，哼，矫情。结果，在我这个朋友结婚的时候，所有的流程来一套，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吐槽不是因为厌恶，是因为嫉妒，嫉妒我们没有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我下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你们知道他让我干什么吗？他说：“潇潇，你就不用主持了，也不用采访我们了，你给我辩论。”哎，他让我在伴郎抢亲的时候堵在门口跟伴郎辩论。辩论题目它是世界难题，我和你妈掉进河里，你救谁？怎么辩？你告诉我这个怎么辩？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对面所有那些吐槽婚礼的人啊，他们一直是婚礼的看客，而当我们真的是要结婚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吐槽，哎，我们觉得这个婚礼怎么这么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是在隐隐的觉得，将来我婚礼要怎么办？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很多男生啊，觉得女生好作哦，一定要办一场婚礼，就是浪漫有这么重要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女人的浪漫都源自于他们的作，而一个男人对女人最好的承诺就是陪她作。
我想很多女生可能像大王，从小可能都一直在幻想自己婚礼的场景。你穿着婚纱，像一个移动的华丽城堡，好不容易挤下的婚纱，因为你为了婚礼已经好多天只喝水了。你搀着你的父亲，你父亲牵着你，他手有点紧张，微微在出汗，然后他穿着并不太合身的西服。道路的两旁所有的花柱摆的是百合，策划师建议你用绣球，但是你说不，百合是我最喜欢的花，今天老娘最大。你走过这一条可能不到30米的长廊，所有的灯光打在你脸上，下面的人带着祝福的目光，但更多是熊熊的妒火。你走过去，你看到伴娘穿着肉粉色的伴娘裙，因为陪了你一天，妆已经有些花了，假睫毛也掉了。你心里想说，真懂事儿。然后你走到新郎的面前，你看着这个你即将跟他在一起过一辈子的这个男人，你想说，那老娘平常就看你叼根烟在打游戏，没想到收拾起来还像个人。当你父亲微微颤抖着把你的手交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当他把那枚戒指郑重地戴到你的手上，对你说我愿意的时候，你心里想，哎，不管了，老娘就是要哭，妆花了就花了吧。你们可以想象你的婚礼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吗？你们都有幻想过吗？你们根本幻想不出来，你只有办一场婚礼自己感受。永开，加油！加油！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们，女人最大的梦想其实就是办一场婚礼。对方告诉我们说，婚礼不容错过。大王说，每个女孩哪有不希望自己拥有一场婚礼的？可是我很好奇，到底这个梦想是必然的，是先天的，还是这其实是后天教育、后天的环境给我们灌输的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给女孩洋娃娃，从小就告诉女生，你知道吗？女人披上白色婚纱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从小就给她看童话，每一个童话都是这样的故事。女主角经历了千古的磨难，然后最终遇到了白马王子以及婚礼。于是他们无形中开始告诉自己，婚礼才是每一个女人的 happy ending， 不容错过。所以，婚礼是每个女人的梦想吗？我不觉得。我觉得准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婚礼是每一个商家希望女人拥有的梦想。因为婚礼代表着什么？婚礼代表着钻石，婚礼代表着婚纱，婚礼的代表着结婚司仪，婚礼的代表着满满的工作机会。于是社会用尽所有的资源告诉你说，钻石代表爱情，告诉你婚纱是最美的。这也是代表着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很多男人他们不理解女人对于婚礼的憧憬，原因就在于我们从小到大看的故事不太一样。女人看的是童话故事，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蜘蛛侠，我们看的是钢铁侠，我们看的是蝙蝠侠。所以，女人会希望自己披上婚纱，男人会希望自己穿上一个蝙蝠侠的装扮。女人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最美的新娘，男生会到了一把年纪还幻想自己是黑暗骑士。每一个人都在被植入这一点东西，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学习打破这种植入，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可不可以每一个故事拥有不一样的结尾？可不可以童话故事里面，白雪公主醒来之后，她不是嫁给王子？白雪公主被王子亲醒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可不可以是打那个王子一巴掌，说你凭什么亲我？我们不认识。可不可以在睡美人被王子清醒的时候，
她的第一反应是打那个白马王子说：“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你刚刚干的是什么？是捡尸，而且你捡的不是像白雪公主这样的新尸，是百年老尸，俗称僵尸。”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故事结尾？这是我所期待的。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婚礼是必要的，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这个词听起来很俗套，可是它其实充斥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角落。有人告诉你婚礼是必要的，可是同时也会有人告诉你，男生练肌肉是必要的。有人会告诉你，男人坚强是必要的；有人告诉你，女人脆弱是必要的。抛开这种必要，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今天我们不是在反对婚礼，我们只是希望刻板印象可不可以不要继续限缩我们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你可以练你的肌肉，可是我身为一个小男孩、小鲜肉，我可不可以拥有不练肌肉的权利？你可以穿你的婚纱袍，可是问题是，身为一个想结婚但是不想办婚礼的董静哥哥，董静姐姐，她可不可以拥有不办婚礼的权利？尊重每一个人的其他发展的可能性，让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不一样的烟火、不一样的色彩。这是我想说的一点心得。谢谢大家。我们进入到自由辩论了啊，若晶来，若晶。非常简短，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有人想办，有人不想办嘛。那怎么让大家都开心呢？不想办的那个人，那几个月如果婚礼在做的时候，他很难受，但是他难受是很短的，就那几个月。但是如果他想办，你不给他办，那他难受的时间是一直很长的。那我问你，你办还是不办？办。短暂。那不开心而已，谢谢。好，接下来各位将会欣赏到非常精彩的下凡导师的结辩。先结辩的是我们的反方，也就是全玲老师，来，请。我就跟大家说说我为什么没有婚礼吧。原因特别简单，因为呢，我主持婚礼只主持一种婚礼，就是同事的婚礼。我把几乎同事的婚礼都主持遍了。在每个婚礼上都折腾他们，所以我坚决不能办一场婚礼，让他们能弄死我。可能在我的圈子里，我有一点是比较少见的，我没有婚戒。我不戴婚戒，我是最近才不戴婚戒的。我老公是一开始我们买了一对婚戒，他从一开始就不戴。我去订的时候，他很积极陪我去订，订完了之后呢，他犹豫了一下，说：“全玲啊，说在我的工作环境里，不太有人戴婚戒。”我觉得有点难受，我也犹豫了1秒钟，我说这个不戴吗？但我迅速就接受了。我接受的原因就是，这是2个人过日子，有一方觉得不舒服的，没必要强求。所以呢，我们采取的风格是他不戴我戴。然后前不久为什么我不戴了呢？是因为我自打不当主持人之后长胖了8斤，婚戒塞不进去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你看我塞不进去了。他说要不你改大1号。我说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我的婚戒我不想抛光，也不想改它，我就想让它保持那个样子，留在上面的印痕，就是我觉得对我婚姻的纪念。好，所以我就不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在我心目当中，婚姻是需要仪式的，但是这个仪式不是别人规定的，应该有花柱，应该有婚纱，应该有音乐，应该有一个人扶着我，不要别人规定的，要我们俩认可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好了。比如说，我们俩的约定是，如果平时他打呼噜，我可以上客房睡；我晚回家，我可以上客房睡。但是如果我们当天吵架了，晚上必须上同一张床。这就是我们的仪式，这个仪式感特别有效。婚礼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带给你们完美的回忆，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婚姻甜美的时候啊。你看他对眼，他看你对眼，你回忆起来那场婚礼才是你人生的顶峰啊。但是你们俩要吵架的时候，你回忆一下你的婚礼，多么尴尬的一个场景，是吧？所以对我来说，仪式的日常感要比那一刹那的演戏要重要的多得多。所以我建议这个仪式
一定要到平常去，你不需要有那一出演戏来维持你的人生。如今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2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不喜欢的人忍几个月就可以帮助喜欢的人维持很长时间，是不是？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婚姻不破裂。你的美好婚姻可以维持很久，你才能喜欢很久嘛，是吧？那目前离婚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从进入新世纪之后，一直在30%往上跑。最近奇葩室已经超过50%了，也就是说，超过1半的人，其实没过几年，你这个婚礼的美好回忆全是负累啊！你们想象一下，你的第一个婚礼，如果你的另一半说有必要办，你陪他办完了，你请了身边的同事，你所有的一切都忍过了，你很快就有第2场婚姻了，怎么办呢？你请不请身边的同事呢？你如果第一个大家说没必要，你给第2个留了一个机会，那个人说特有必要的时候，我再陪你办一场。你第一个就把这权利用完了，第2个多难受。好，你还有可能有第3个，没指标了。再请不请了？再请不请了？你身边的人送不送份子？身边的人怎么想你？所以我方要说的是，婚礼没必要。别把它认为说这是一个人生的必要程序，是一个不能错过的事情。如果错过了，你一定会后悔。你别给自己装这套。这就是我方的最基础的观点。《老友记》里面有一集，莫妮卡终于要嫁给 Chandler 了啊，然后莫妮卡一直幻想说，我需要一个盛大的婚礼 ，Chandler 就一直很不愿意。然后 Chandler 说：“咱不办吗？要不办小点儿。”莫妮卡就觉得。百转千回，后来 Chandler 终于太爱莫妮卡了，说：“好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婚礼给你，我就给你最好的婚礼，花光我们所有的钱，只要你今天高兴就好了。”后来莫妮卡就开始憧憬，说：“这婚礼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在婚礼之后，我可以郊区买一个房子，我们可以养一条狗，我们要孩子吗？我们要的，我们要5个。”莫妮卡说了一大堆关于婚礼的，比那个婚纱更让她憧憬的憧憬之后，突然之间，莫妮卡说：“我发现了，我要的是一个婚姻，而不是一个婚礼。”马东老师，全玲几乎说服了我，他举了好多例子，好多理由，但有一个我没接受，就是他说，我得想着我万一结第2次婚的时候不好发请柬。所以，就别办第1次婚礼了。但我怎么跟对方说呢？他们刚才说了好多理由，比如说臧鸿飞，他参加了很多非常恶劣的婚礼，但是他说的不是婚礼，他说的是婚俗，因为有些婚俗不好。这就好像有些吃的高油高脂，我不该吃，但我是不是不该吃饭？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董静说，你查了查资料，发现我们所有的婚礼的仪程，都来自于90年代台湾的一家婚礼承办公司。我可以打包票，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仪程一定基本上都是东西方结合的。东方的婚礼和西方的婚礼一样，都来自于宗教。东方的婚礼拜天地，拜父母，为什么？通天地气，告诉老天我们俩结婚了。西方他们更直接一些，因为他们有一种职位叫神父，代表老天说，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疾病或健康，无论什么什么，你们俩反正必须的。还有没有人反对？然后就有好多电影，我反对就出事儿了。我反对，他想结第2次婚。永开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其实你想告诉我们，这是后天的，而且是商家告诉我们的，是后天的，没错。为什么后天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需要仪式感。为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想辩论或者想吵架，那就让范甜甜跟潇潇去楼下打
打就行了嘛。那我一定输。为什么我们要穿得跟鬼似的，坐在这儿，花这么多钱？就是咱们坐成两边儿，就好像这辈子从来没认识，也从来没好过一样，往死了弄对方。这是什么呢？这是仪式感。咱们回到这个话题上来，题目叫“婚礼真的有必要吗？”我的解读是，真的比必要性更重要。所以这道题目是：婚礼的必要性是真的吗？仪式感的必要性是真的吗？好厉害！哇！我告诉你们，仪式感的必要性是真的。你们都入职到一个公司去工作，你要有仪式 ，HR 会来跟你谈话。如果你去一个公司面试，他跟你说：“啊，行，你还不错，就坐这儿吧。”你会不会觉得你进了一个传销组？然后你被升职的时候，不是一封正式的邮件通知你升职加薪，而是老板说：“你不错，我给你加俩钱吧。”你敢在这个公司做长吗？所以做公司的人会把一个公司的仪式感放得很重，因为它的必要性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需要仪式感？我们是人呐，我们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了没事儿干。我们就是需要仪式感。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能同意，真的需要一个婚礼。最后，我想把刚才罗振宇老师那个故事讲完。《孝陵广记》里的原文是怎么记载的呢？它是玩的不够大，别喝每年的。哎呀，婚礼都不办，小畜生只想。其实马老师，你可以说，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婚礼。好，谢谢两位导师的结辩。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辩手非常精彩的辩论，我们掌声给他们。同时，我们给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一个冷静的思考的时间，然后做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选择。3、2、1，停！谢谢。好，黄老师现在结果已定，没压力了。啊，说完了，随便说，随便说。那就没啥意思了啊。